300萬頁文件、18000封郵件、數千張照片，這是2026年1月美國司法部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終於吐出來的東西啊！大家也都知道，這些都是來自於愛泼斯坦案的證據啊。但是呢，我們看到了一些非常熟悉的名字，比如克林頓啊、特朗普、安德鲁王子、比尔蓋茨呢。這些人不仅仅匯聚成了一個名单，這更是美國司法體系的死亡證明啊！因為即便檔案堆積如山，即便細節令人作嘔，結局呢依然是0。除了已經死在牢裡的愛泼斯坦，名單上的每個大人物至今呢都安然無恙啊，没有人被戴上手銬，也没有人被起訴。這就是一個關於知道與定罪之間巨大鴻溝的故事，這也是一個關於法律如何被設計成權貴階級防彈衣的故事。所以呢，我相信劳 A 在這方面說的他都是对的，美國呢只是特權階級的美国。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五人。我们来聊爱泼斯坦案，那就先瞅瞅又有什麼料被公布了呢？首先呢，是真維集團的創始人理查德·布蘭森啊，他在2013年給愛泼斯坦發郵件，他說如果你在附近啊，我想見見你，只要你帶着你的後宮來啊。後宮這兩個字出現在一個億萬富翁發給一位已被定罪的性犯罪者的郵件裡。再看看鋼鐵俠馬斯克，他在2012年間問愛泼斯坦，你在島上最狂野的派對是哪天呢？雖然馬斯克後來聲稱他拒絕去了島上，但是這種詢問本身就撕開了所謂正常商務往來的遮羞布啊。還有比爾蓋茨，愛潑斯坦在郵件裡甚至起草了內容，威脅要曝光蓋茨與一名俄羅斯女人的婚外情啊。而且比爾蓋茨在羅里島太嗨了，導致了他染了性病，甚至不敢告訴妻子，只得跟愛潑斯坦要藥物來偷偷治療。但是這些都不是最惡心的，最惡心的是那些曾經站在道德高地的人。前哈佛大學校長、前財政部長拉里·薩姆斯，愛潑斯坦在郵件裡自稱是他的僚機。兩人在愛潑斯坦2008年被定罪後，依然保持了多年的密切聯繫啊。直到2019年愛潑斯坦再次被捕前幾天，他們還在通信。還有就是那個所謂的不知情的比爾·克林頓啊，文件顯示他坐了愛潑斯坦的私人飛機至少16次。吉斯萊恩·麥克斯韋在郵件裡甚至用極其粗俗的語言來評價克林頓啊。雖然克林頓的發言人堅決否認他去過那個臭名昭著的島嶼，但在2016年的證詞裡，當律師問愛潑斯坦克林頓是否在他的島上時，愛潑斯坦使用了第5修正案的權利，他拒絕回答。如果不是心虛，那為什麼乾脆不直接說沒有呢？還有一個名字，安德魯王子，解密照片裡有他在巴爾莫勒爾莊園和愛潑斯坦的合影，甚至有他在愛潑斯坦家中把手放在一名年輕女性身上的照片。為此他付了巨額的和解金給受害者，但他從未承認過刑事責任。這些人呢，每一個人都身處權力的頂端，每一個人都在文件裡留下了很多的痕跡，但是結果呢，只有辭職，只有名譽受損，只有公關危機，沒有手銬，沒有起訴書，沒有審判。為什麼？因為美國司法部早在2008年就簽署了一份賣身契，因為賣身契所以抓不了人。如果想知道賣身契到底是什麼，那就得回到2007年了。當時的聯邦檢察官是亞歷山大·阿克斯塔，後來他還在特朗普政府裡當過勞工部長。他的手裡握着一份53頁的起訴書草稿， FBI 和警方已經準備好了，這本該是一個聯邦的重罪案件啊，愛潑斯坦就應該在聯邦監獄裡度過餘生。但是呢，阿克斯塔沒有起訴啊，他跟着愛潑斯坦的律師團隊在萬豪酒店裡吃了早餐，在私下裡達成了一份協議，這是一份非起訴協議啊。這份協議裡有一句話，這句話價值連城，這句話甚至成為了權貴逍遙法外的護身符。協議規定，美國政府不僅豁免了愛潑斯坦的聯邦罪行，還豁免了，聽清楚哦，愛潑斯坦的任何潛在的共謀者，包括但不限於。這就意味着，只要你是愛潑斯坦犯罪網絡裡的一員，只要你曾是他的共謀者，這份協議就自動保護了你。這就在法律上形成了一個黑洞啊！通常情況下，檢察官抓了主犯是為了逼他供出從犯，是為了向上打擊或者橫向打擊，比如抓個毒梟是為了抓他背後的保護傘。但是愛潑斯坦案裡邏輯反了，檢察官為了讓愛潑斯坦認一個輕罪，竟然赦免了所有未知還沒調查出來的同夥，這就是一張免死金牌。這不僅保護了麥克斯韋，也理論上保護了所有可能參與性販運的權貴。即便愛潑斯坦現在死了，這份協議呢依然有效。當受害者試圖在法律上挑戰這一點時，你知道最荒唐的是什麼呢？美國政府的律師啊，在法庭上依然在維護這份協議的有效性。他們說這是契約精神啊，這可是對契約精神的最大侮辱啊！
如果你覺得這份協議已經夠黑了，那你還是低估了這群人的底線啊。美國有一部法律啊，叫《犯罪受害者權利法》，它規定檢察官達成認罪協議前，必須通知受害者，必須聽取受害者的意見，這是法律的紅線。但在愛潑斯坦案裡，這條紅線就被踩個粉碎啊！文件顯示，愛潑斯坦律師明確要求協議必須保密，不能讓受害者知道，不能讓媒體知道。他們害怕受害者鬧事啊，害怕媒體曝光。檢察官阿克斯塔就同意了。這還不是最惡劣的啊！最惡劣的是，協議在2007年9月就已經簽署了，愛潑斯坦就拿到了免死金牌。但是在那之後的幾個月裡 ，FBI 和檢察官辦公室還在給受害者发信，信裡寫着案件正在調查中，請保持耐心。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他們一直在撒謊，案子已經結了，交易已經完成了。他們一邊安撫受害者，讓受害者以為正義即將到來，一邊在幫愛潑斯坦安排如何低調的去州監獄服刑。這種行為在後來的法庭判決中被認為是肯定性誤導，這就是美國司法部對性犯罪受害者的態度了。他們把受害者當成了麻煩，当成了阻礙他們結案的绊腳石。为了配合給愛潑斯坦的公關策略，他們甚至同意不把這份協議納入到公共記錄裡去。如果有人去查，政府甚至承諾先通知愛潑斯坦。這哪裡是執法者，這簡直就是愛潑斯坦的私人法律顧問。時間到了今天，愛潑斯坦死了，文件也都解密了，那麼為什麼不能抓這些大人物呢？這裡面還有2個核心的法律障礙啊。第一個障礙是證據標準，名單呢不等於罪證。你去過愛潑斯坦蘿莉島不代表你犯罪，你坐過他的飛機不代表你參與了性販運，即使你在郵件裡說出了惡心的話，那也只是道德敗壞。在刑事法庭上，檢察官需要證明的是犯罪意圖，檢察官必須證明比爾·克林頓或者安德魯王子在當時明確知道那些女孩是被強迫的，或者是未成年的，並且他們參與了性行為。現在的解密文件大部分來自於民事訴訟啊，民事訴訟的證據標準就是優勢證據，門檻就很低啊。但是如果把人送進監獄，就需要排除合理性懷疑，這是2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啊。現在的文件裡充滿了傳聞，愛潑斯坦告訴我克林頓喜歡年輕的，這是傳聞證據。我們看到安德魯王子在派對上，這只能證明他在場，沒有視頻，沒有 DNA， 也沒有現場抓獲，是無法定罪的。第2個障礙，核心證人的死亡。愛潑斯坦死得太及時了，在有組織犯罪的案件裡，主犯的證詞是定罪共犯的關鍵啊。因為只有愛潑斯坦知道誰在哪個房間做了什麼，付了多少錢，他一死，證據鏈就全斷了。沒有他的指證，要把那些單純的關聯人變成法律意義上的共謀者，難如登天。這就形成了一個完美的閉環，一個保護權貴的完美閉環。愛潑斯坦案最讓人憤怒的不是罪行本身，而是它是赤裸裸地展示了美國存在的2套司法體系。一套是給普通人的，如果你在街頭賣了幾顆毒品，你會立刻被逮捕，你會面臨重刑，你會失去所有。另一套是給愛潑斯坦和他們的朋友的。愛潑斯坦在2008年雖然判了刑，但是怎麼服刑的呢？他在私人牢房裡，每天可以出去工作12小時，一周6天。他是坐着私家車去自己辦公室坐牢的，而他那些權貴朋友們甚至連這樣的坐牢都不用經歷。他們有頂級的律師團隊，他們有非起訴協議，他們可以支付數億美元的民事和解金，然后聲稱我不承認任何錯誤，就像安德魯王子那樣花錢買個自由啊！這就是超能力的現實扭曲立場。司法部內部的報告雖然批評阿克斯塔判斷能力糟糕，但是結論是什麼呢？結論是沒有不當行為。這就是體制在自我保護啊，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他們雖然承認犯了錯，但是沒有人為此負責，也沒有人為此去坐牢。這300萬頁的解密文件看起來是真相的勝利，但是在法律層面，它更像是一次無力的嘲諷。他把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把所有的醜陋都攤在陽光下，然後告訴公眾，看，就是這些人，但是我們拿他沒辦法。這就是現在的結局。我們知道名單上有誰，我們知道他們做了什麼，我們甚至知道司法部是怎麼幫他們掩蓋的。愛潑斯坦案不是一個關於遲到正義的故事，它是一個關於被設計好的不正義的故事。那份2008年的協議簽署的那一刻，結局就已經注定了。法律在這個案子裡沒有成為受害者的盾牌，它成了權貴階級的防彈衣。當我們還在問為什麼不抓人的時候，這個系統冷冷地回答了我們：當這個圈層裡，只要沒有被當場抓住，只要有一份好的律師協議，罪行就不存在。這才是愛潑斯坦留給我們最黑暗的遺產。好了，本期視頻就到這裡了，我是五人，感謝你們的觀看。如果你們喜歡這期視頻呢，歡迎點讚、關注、留言，你們的關注是我更新最大的動力。我們下期再見。